物流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国民经济的血液。据统计，中国76%的货运量是由公路运输承载的，而这个巨额数字的背后，是被称为公路上的游牧民族3000万货车司机的默默付出。货车圈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很多长途货车司机的副驾驶都会带上一个女人，有的还不是自己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说的是前几年的货运行业。那时候的大车司机必须是能让不少人眼红的高薪职业，出门在外挣钱的同时，还可以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绝对是一次深度游、本土游的最好机会。家中巧娇娘如果又有时间又没其他负担，这么好的机会岂能错过？跟着爱人一路游山玩水，吃尽各地特色美食，还能陪着爱人解解闷、聊聊天，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随着货运行业越来越差，而且毕竟在路上风险系数比较高，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绝大多数的老婆跟车其实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享受生活，更多的是因为丈夫跑货运长途一路艰险，肯定不能缺人作伴。一趟长途货运跑下来，少则几百公里，多则上千公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安全着想，雇个人，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算来算去都感觉不划算，还不如一脚踏进驾驶室，两个人换着休息，省下那个人力成本，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中国交通法是明确规定的，跑高速一个人的开车时长不能超过4小时，因为容易造成疲劳驾驶，所以大家很少看到有长途货车司机单独一个人跑车的情况。别看女人本柔弱，行车路上往往不亚于男子汉，装车、码货、盖帐篷、搬运单，每项工作都能做得有模有样，让丈夫的货运路上省心又不孤单。另外，有时遇到难缠的货主，女人出面，有时候解决起来也会更方便。通常货车司机在拉货的时候都是有很多讲究的，大家默认的一点就是司机不能离开汽车，就算离开货车上也必须有人。为啥？当然是怕货物被偷。货物出现损失的情况，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货主一旦选择不收货，那司机不仅白跑一趟，还要赔偿别人损失。所以长途司机在运货的途中必须要留一个人，时刻看守车辆上的货物。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防止被偷油。开几年货车，你可能挣不到钱，但一定会遇到或听说过偷油贼。他们会趁货车司机休息之际盗取货车的柴油，然后销赃获利。因为偷油贼的存在，货车柴油盗窃案件屡见不鲜。2018年7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车匪路霸和盗窃货车燃油犯罪专项行动。截至2019年2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盗窃货车燃油案件90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5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9名，收缴赃款3255万元，扣押作案车辆259辆，查扣各类燃油540余吨。而且这些油耗子专盯大货车，根本原因在于盗窃货车柴油是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选择。货车油箱容积大，一装就是几百升柴油，偷10辆小车的油还没偷1辆大货车的油多，但却要冒10次风险，很明显偷小车不划算。另外，大货车车身大，是天然的掩体，油耗子夜间作案时也难以发现。除此之外，很多货车司机因为忙于赶路，休息时间并不多，一旦停车休息了，那说明这个司机一定很困很累。在这种情况下，司机的防备意识很差，油耗子也容易得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油耗子也不例外。套牌车、手电筒、砍刀、棍棒、油泵、扳手，他们的作案工具十分齐全。在众多工具中，套牌车、刀具、油泵这3种工具是必备。偷油贼偷油过程其实很简单，开一辆套牌车，停靠在目标车辆油箱旁边，然后撬开油箱盖或者钻一个孔，然后插一根管子就可以抽干大货车的油箱。警方曾拿油耗子的工具演示过，抽干一整箱柴油只要1分钟。最近几年情况好了很多，但是依旧有部分偷油贼铤而走险，所以一些货车上女人就直接趴在油箱上睡觉。
带上女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照顾司机起居，因为开货车基本是没有时间吃饭的。一些女人心疼男人，就会在车上准备电磁炉和各种食材，跟着男人上路，一路上司机也不用担心吃什么，只需要安心开车就行。还有些女人觉得在外面的餐馆吃饭很浪费钱，跑一趟车才挣多少，实在划不来，所以直接和男人一起跑车照顾司机起居。卡车司机跑运输，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回家就像住旅店。夫妻常年分居，大家又都需要夫妻生活的滋润，时间长了，彼此之间指定容易产生嫌隙和抱怨。媳妇跟车，小两口分居两地的情况瞬间解决，两个人可以一路风雨同行，同甘甜共患难。夫妻关系在一路风雨的磨砺中，对彼此的不容易感同身受，感情也就历久弥坚。那为什么有的司机会雇一个陌生女人，不带自己的老婆呢？讲到其中的原因，老司机们也很无奈，他们其实也很想带老婆一起，但是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实在脱不开身。而且老实说，这么脏这么累的活，也不忍心老婆跟自己受苦。货车是一个高危的行业，一个人出了事，至少家里还有个人撑着，不然的话，后果怎堪想象。虽然我们常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是也总有那么一些职业是备受歧视的，比如大货车司机便是其中之一。在不少人眼中，大货车司机就是没文化的马路杀手，但是其中的苦衷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像是以下这4个情况就经常出现在大货车司机身上，而这些情况光是听起来都让人觉得心酸。一、货物比自己更重要。对于大货车司机来说，他们的经济来源便是运送货物。如果货物在途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大货车司机最后拿到手的利润必然也会有所减少。正因如此，很多大货车司机都把货物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尤其是在运输一些蔬菜生鲜这种容易发生腐烂的物品时更是如此。万一遇到了恶劣天气，大货车司机即使再冷再难，也必须要把货物给看着好。二、时时刻刻都是一个人。前些年的时候，大货车上大都有2个人，除了司机之外，还有1名跟车员。但是随着近几年货运行业的利润下滑，很多大货车司机就不愿再花钱聘用跟车员了。而且因为货运是一份相对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不少大货车司机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婆时刻跟随着自己，因此绝大多数时候，一辆大货车上往往只有1个人，他们的寂寞也是很多人都体会不到的。3、自虐解决疲劳驾驶。前段时间，网络上流传出了这样一段视频，一名大货车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不停拿着水杯往自己的头上浇凉水，陌生人看着都心疼，更别说他的家人了。实际上，这种自虐方式已经成为了很多大货车司机的常态。如果说他们没有按照时间要求把货物运输到目的地，收入就会有所减少。因此，很多时候货车司机即使在疲劳、在困倦，也只能坚持行驶在道路上。为了让自己保持精神，很多货车司机也会时不时地扇自己几个耳光，又或者是掐自己的大腿。虽然这种方式不值得提倡，所有货车司机也都知道不安全，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莫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4、生病无人替班。对于大货车司机来说，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生了病，只能选择硬扛，因为货主可不会给你时间让你休养生息，慢慢调理，所以吃上几片药继续行驶也成为了他们战胜病魔的方法。货车司机也是凭本事光明正大的挣钱，开车的时候为了安全，我们要远离他们，但私下里每一份工作都需要被尊重。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